有缘人，大运要来之前，人身上往往会先受一点损。你必须明白，这个损不是倒霉，更不是惩罚，而是你的命在换气。所谓天地运行有节，四时之气交替有序，当你的生命层次要跃迁时，旧的气场撑不住新的格局，就必须经历一场吐故纳新。这个过程就如同河床要拓宽，水流必先上涨，水涨之时，岸边的旧土自然会它陷一点，那它陷的不是灾难，是河道在为更宽广的水流更换河道。极其形象的比喻，类似于蛇蜕皮，在褪去那层坚硬束缚的旧皮之前，蛇会变得极其脆弱，甚至会暂时失明。它必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蜷缩起来，静待新生。命书有云，女怕托运，男怕交运。比如一个大运2015年至2025年，托运就是走到2025农历10月份以后，到2025结束。交运大概就是2026年立春。这就是为什么低谷时期需要静，一切自有安排的道理。你问什么时候会好，问自己的心准备好了吗？他准备好了，你随时都会好。人心就是这样，心主血，血行则命行，心脉不受点损，气就换不过去。可是世人不懂，以为自己倒霉了，身体差了，情绪崩了，其实那是命在调频。很多人听到大运来，都以为是喜事，是喜没错，可喜之前必有动，动必先伤，伤必后通。就像春天来之前，冰一定先裂，裂的时候你听着像碎，其实是地在行。命也一样，大运动的时候，最先动的是心，心一动脉就动，脉动不顺，就会出现各种征象。有的人会感到胸口发闷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；有的人会彻夜难眠，头脑异常清醒；有的人会无端烦躁，脾气大到自己都无法控制；有的人会做梦不断，在梦里反复经历早已遗忘的往事，醒来后怅然若失；还有的人会突然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感，觉得内心空落落的，毫无依靠，开始疯狂怀念过去的时光，或者忧虑遥远的未来，甚至幻想如果换一种人生会不会更好。请记住，这些大概率都不是病，那是天地之气在冲刷你的心门。中医讲心主神明，神明失守，则百脉失序。所以当你感觉心脉受损，其实是神明在换座位。有个原主33岁那年，大运要转，八字格局从土转金。他来找我说，最近心口总是发闷，晚上胸口像压块石头，白天莫名想哭。我一看他舌尖鲜红，舌苔薄白，脉象浮而带色。我说，你这不是心脏病，是你的心太活了，你的神在更换它的气味。这股新生的精气正在冲击你习惯了的土气，气机在胸中交战，血型自然紊乱。那段时间他总做梦，梦里一堆旧朋友，
就是旧房子，那都是心在整理旧记忆。他问我该吃药吗？我说不吃。仙境那半年他什么也不做，天天早起晒太阳喝粥静坐。半年后他事业忽然有个大转换，行业入正轨。他说师父真神奇。我说不是我神，是命神。心脉受损就是命神在动，所以人在换运的时候，福报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很多时候运不是不给你，要考虑是能否接得住。运也是另一种考验。五脏六腑，心为首，神之住所。换运神要谦恭，心一定先动。你若修炼到一定阶段，你会发现每次要到大突破前，你都会莫名先乱。而乱多久，能否及时明悟看自身，这时候不要慌，一慌张就真成了实病。你若稳，它就化为了道。心乱时，你只要守一点静，静中养气，气养心，心归神，神安了，脉就复。说到心者，五脏六腑之大主也。何谓主？主者藏也。心藏神，神藏念。你念太多，神出走，心空虚，心虚则脉乱，脉乱则命不行。所以古人修身先修心，心稳气才顺，气顺命才开。大运一来，天地之气灌入你身，你若心服它就冲，你若心稳它就化。为什么有的人运一来人先垮了？就是心撑不住那股大气。有一个做企业的原主，事业起得快，但39岁那年忽然得了心律不齐，送进医院。他自己说没压力，但晚上心慌，医生查不出气的问题。我看他面色印堂泛红，肝木克心火。他那时候正走木运，大运旺极，木旺生风，风扰心神，心脉当然乱。我跟他说，这不是病，是气太快，你的神跟不上，让他闭关3个月，戒酒，戒应酬，每天抄经泡脚。3个月后心律正常，再看他的命。之后的10年是他人生最高峰。他自己笑说，原来我那次心乱是命在生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脉受损，其实是命格扩容，命运换断。换运就是脱胎换骨，就是会难受。就像电脑升级，旧的程序跑不动，新系统要更新，要轻缓存。轻缓存的时候，机器会卡，会重启，会发热。人也一样，你那段时间心浮气躁，就是在更新。你别乱删文件，别乱装补丁，只要保持稳定，它自己就会重启。心脉一受损，人的情一定会乱。有的人那时候开始怀旧，有的人突然想念旧人，有的人无缘无故心软，有的人突然冷漠起来。这都是神明调整情志的信号。中医讲心主喜，肝主怒，脾主思，肺主忧，肾主恐，五志相承，互相制衡。你心脉乱了，喜就变滞，
喜不能喜就化为躁，太多也会乱。大运来的时候，喜气太盛，若心气不稳，就变虚火，火乱神就走。很多红极一时的人，没多久就崩了；突然旺的人，没多久败；突然发财的人，一下子身体都不太好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受不住那股旺，先给你福气之前，会先测你的心腔能装多大，能装得下才给你，装不下反噬。有个女童修走财运那年，事业爆红，接代言接合作，忙得团团转。刚开始还挺高兴，后来无缘无故胸口痛，去医院说是焦虑，其实不是焦虑，是心被火烧，他的神出走了。那时候他跟我说，师父，我明明顺，怎么这么空？我说，你顺的是外运，不顺的是内气。天地给你的不只是钱，还有考，考的不是你能赚多少，而是你能守多少。考你懂不懂惜福，考里可能既有顺又有逆，逆中如何爬起来抓住这顺是关键。钱是水，心是舟，水大了舟不稳，翻的不是水，是自己。他后来学会闭关，断网进修，才稳下来。1年后他说一句话我印象深刻，我以前以为大运是礼物，后来才知道那是试炼。心脉的损是命在是你的容器，大运不是天降财富，是命给你一场扩张的考。你心越大，盛的越多，心越窄，反是越快。天地推人上去，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因为够稳，稳的人才配走高运。再讲一个故事，有个原主叫阿峰，30岁那年开始走官运。那段时间他连续梦到心被针扎，每天醒来胸闷，偶尔心悸，去医院查也没问题。他自己觉得倒霉，说是不是心脏病。我看他气色，心间有刺，光舌尖红而干，典型的心火上扰。他不是病，是命上身。那时候他正准备升职，心神浮动，肝火犯心火，火克脾，脾不同，血脉失调人就慌。后来我让他每天用温水泡脚15分钟，睡前泡手3分钟，心火自降。他照做1个月，胸口不闷了。2个月后，他升职成功。他笑着说，原来我那一阵子的心慌是天给的提示，对命的信号都写在身体上。心脉的损有轻有重，轻的是气乱，重的是神出。气乱靠呼吸，靠睡眠能调，神出就要修心，修静，修得人若太急，太贪，太比，神就乱。命运的规律就是这样，当大运要起的时候，天一定要先消你一层福气，福气不消掉，真福进不来。有人是事业福，有人是情感福，有人是名气福。天消你看似坏，其实护你。心脉的受损就是天消那层福气。心脉的损还常常体现在关系上，你原本信任的人突然让你寒心，你原本依赖的关系
忽然断裂你原本不舍的情，慢慢淡了。那不是命在夺走你，而是命在放过你。你若心够宽，这些断反而不会伤你；你若心太直，断就伤到脉，脉伤了神就不安，神不安，命不聚。你看很多人遇到挫折一夜老10岁，那不是年龄，是气血塌了，心一塌，气不生，气不生，运不行。所以心伤最忌纠缠，人走就放，事败就收，气归就养。易经说，损益之道，损未必坏，损是益的起点。你要懂损益的道理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脉是不是在受损？其实心脉受损的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，因为往往当一个人经历的打击太多，身上那股劲儿就会被磨掉，一旦那股劲儿没了，心气也就跟着消失了，整个人都会给人一种破碎感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整天都是懒洋洋的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，觉得没意思，拖延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，就连话都懒得讲，哪怕是有时想讲话，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开始变得很少有大的情绪波动，仿佛一下子对好多事情都看开了，变得无所谓了，不再强求什么，好像活着就图个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他们变了，变得稳重了，实际上是他们的内在能量枯竭了。凡是你感觉身体轻微不适，情绪波动，梦境频繁，记忆模糊，忽喜忽悲，那就是要等它成病，那是气在转，你要顺着转，不要压。中医讲逆则病，顺则康，你能顺着天地这股气转，就不会被冲杀。顺就是不反抗，不抵触，不焦虑。你要学会听命的声音，命不说话，它只动向，像在身体，像在情绪，像在梦。你听得懂命就通。心脉之损也是一种练，练什么？练真性。真心不显，命不会亮。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，其实就是心归真。婴儿的心纯而静，静能生慧，慧能见道。你想成大事，先得练心。大运不是让你去夺，是让你去化。你若不化就夺，一夺就破。天道最忌贪速，贪者气急，急者脉乱。你若想修行，就得慢，慢不是拖，是顺。慢养神，急伤心。中医讲喜伤心，太喜也伤。你一高兴过头，心脉也损。高峰期的病都是喜伤心的病，财来太快，名气太猛，人红太急，心脉撑不住。你以为幸福，其实在透支。天地的赏从不白给，每一份运气都有代价，代价不是惩罚，是调频。你要能承受它的频率，先得让自己坏一次，坏的是旧的你，那旧的你贪、急、执、求、恐，这些都要死一遍。
死了心的神才住得进。你心不死，病不生。就像房子，你不拆旧的怎么装新的？天要给你光，它先要灭你的小灯。那一刻你以为黑了，其实天光就在背后。你看看历史上那些人，哪一个真成大事不是先伤后通？孔子困于陈蔡，项羽败于乌江，曾国藩屡败屡起，他们都经历心脉受损的阶段，不是肉体，而是精神。他们的心被打碎过，重新连起来，才装得下天地之大。心不碎不会大，你要容天下事，先得破一己心。天不会轻易给人高运，他先看你受不受得住损，守得住就成，守不住就散。你看有的人一瞬就散，因为心没练过，心没练过的符是空壳，吹口气就破。所以当你觉得最近心里怪，身体乱，情绪差，梦多，那也许不是病，而是命在动。你要感恩，不要怕。天地每次推你，不会让你舒服。舒服的时候命在养，痛的时候命在生。生就得裂，花开前，花苞猎鹰飞前，与托人乞钱。心损，你要感恩，不要怕。痛的时候命在生，你如果怕损，就永远起不了。损不是毁是转，你要做的是懂这个理，守这个心。心不稳，气不聚，气不聚，福不来。大运来了，天先看你稳不稳。稳则生，乱则坠。稳从哪来？不是人是明白，明白这都是自然规律。你若能笑看自己的心乱，胸闷，梦多，心反而更宽。宽者能容气，容气者得命。命不是给谁的，是能容者得。天地从来不厚此薄彼，只是气场相应。所以心脉受损的时候，你要静，早睡，少言，慢食，深呼吸，闭眼听心跳，听气声。那声音不只是身体，是命在流。你要在那股流里找到节奏，节奏一稳，神自归，神归运自来。不要问什么时候好，天地自有时间，你只要稳，就不会错。经脉的损，其实是天在帮你开窍。心窍不开，万事不灵。中医讲，心开窍于舌，舌主言，言为气。你气堵心闭，说话必伤。你若心通，言出如流，那时你一句话能安人，一句话能动天。那是大运之力，不是口才，是气在说。人有气化才重，心脉通气才真。大运来的时候，你若经历了心的乱，梦得多，身体的闷，情绪的损，那就对了。那就是天地在换心，换完你整个人的磁场会不一样。别人看你气场就稳，你自己也会突然明白一些事，以前想不通的，现在懂了；以前计较的，现在淡了；以前正的，现在笑了。那就是心神合一，合一之后，天道就可托你，托
托你什么？不是钱，不是名，是天地的事。你如果能成天之事，哪怕平凡也是大运。所以别怕心脉受损，那是天地在磨你，磨不是惩罚，是成就。物要成器先受刀，欲要成器先精琢。你若懂这里，就不会怨天，反而感恩，因为每一次心伤都是天在雕，雕完才亮，气顺命沉。届时你回头看才知道，所谓大运来临，不是天给你福，而是天借你的身，行他的礼。心稳了，人通了，运才真来。一个人转运最快的方式便是修行，千万别不信。要知道，人若感到诸事不顺时，必定是内心阴郁忧愁积累太过的结果。这种不知不觉的阴性能量积累在身，时间长了排不出去，自然就会倒霉。此时便需要你能够保持阳光的心态，以积极的能量激活内在的光芒，逐渐净化笼罩在内心的阴霾。而一旦内心阴霾散去，气运磁场也就改变，好运自然到来。正所谓心静则静静，心不静则静不静。而修行的关键就在于内心的净化，只有让自己的心境变得纯净，才能看到清晰的真相，达到美好的境界，缔造美好的未来。对此，曾仕强也曾言，我们看似修行，实则修心。通过修行来修心，反过来再用心去指导行为。人们现在常常讲修行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来修的。通过什么来修呢？答案是行。因此我们才常常问人家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曾老的这句话也透露出了修行的秘诀。修行重在修心，只通过内在反省和心态调整来指导外在行为，而非盲目改变或追求形式。应从内心深处寻找问题根源，而非依赖外在方法，如算命或迷信。所以修行不是靠嘴说说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，将理论与行动相结合，才能真正得到内心的净化和境界的提升。有道是，一念放松，万般纷扰一念安定，心如止水。修心旨在破除执念，去除妄念，使心灵回归本真。破除执念，可过觉察妄念，避免被名利权情所困，培养正念。去除妄念，可通过自律与自我约束，消除浮躁与情绪化行为。回归本真可以治虚己，守静笃的境界，实现身心和谐。因此修行就是要我们培养内心的平静和安定，让自己能够在外界纷乱的环境中保持清明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，以达到超脱世俗束缚的境界。说白了，修行修的就是一个不在乎，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心无挂碍。其实只要你能够做到不在乎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关系，便足以说明你入道了。从此
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入住你心里，从而影响到你的内心。如此，你的内心世界便能够一直保持干净纯洁。而若想要考证自己是否做到了不在乎，就看你起不起贪嗔痴，起不起情绪怨恨恼怒，就看你在遭遇背叛时是否怨恨，面对诱惑时是否动摇，身处低谷时是否焦虑。若是发觉自己不管遇到再糟糕的事儿，或者天大的喜事儿，内心都很平静，就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，便可证明自己做到了。反之，自然是被外界牵动情绪，则说明修行还不够。正所谓大道无情，天地亦无情。所谓的无情，便是不起情绪，就像天地从不会因为夏天的炎热而烦躁，不会因为冬天的寒冷而抱怨，不会因为人们对它产生误解就怀恨在心而起情绪。他对万物的看待都是一样的，从不会有分别之心，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，无声无息却包容万物，全然地做着自己。当你真正修到不在乎的境界，你就会像天地一样，站在更高的维度看待一切，不因风云变幻而动摇，无喜无悲，无惧无惑。你也就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，也不会再想如果当初，若是未来。你只是活在当下，让生命自然流淌。所以你若是修到这种境界，并不是开始变得冷漠无情了，而是在看清了世间万物的本质之后，从此摆脱了外界的操控。于是你自然不会因为别人夸你就沾沾自喜，别人骂你就生气仇恨，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幻想罢了，就像是微风吹过湖面，哪怕是会泛起微波，也会迅速恢复平静。所以真正的得道者也不是从此没有任何情绪就与一块木头无异，而是有血有肉，喜怒哀乐依然存在的正常人，但却不再会被情绪所控。他们只是不会再刻意追求平静，不会再抗拒波澜，只是如实的活着，让一切自然发生。所以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因为失去就痛苦，因为得到就狂喜，只因明白一切终将过去，唯有本心永恒。所以修行也不是要你成为什么高人，而是要回归最本真的自己。为此你也不必刻意的去远离红尘，更不必故作清高，你完全可以尽情地在世俗中行走，而不被世俗沾染，正如莲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。只要你能保持一颗如天地般不扰不执不争的心，活出那份不在乎的从容与强大，你自然也就能够亲自清除人生的阴霾，迎来光明，吸引好运到来。而你一旦领悟此种深意，那么此刻便是归途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修行贵在修心。一个人唯有内心丰盈坚定，安静澄澈，才能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。修好这颗心，才能活好这一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
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